们来看看真正战场上现在是谁占上风呢？我们来看看这一幕，观众朋友，你看到烽火连天，好多大楼都起火了，这怎么回事啊？地点是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啊，莫斯科是俄罗斯的首都，居然遭受到攻击。原来乌克兰它出动了成千成百这个好几百架的这个无人机跑去攻击莫斯科首都的一些居民的这些高楼所以我们看到呢，有不幸也有一些居民有一些民众受伤并且死亡那俄罗斯的国防部说，他们已经击落了144架乌克兰的无人机。我刚刚说成百上千我不确定有多少架无人机，可是光是击落的数量就有144架。那莫斯科有4座的机场都被迫关闭了。俄国数个区域防空系统也启动了你看到它攻进了这个俄罗斯的首都这件事情可能非同小可那俄军一天29次在东部，我说的是乌克兰的东部，可是被击退了吗？那现在乌克兰的突击旅是不是吃了大补丸呢？我们看到包括乌军也炸毁了俄罗斯的坦克，还有2辆步兵战车。那外界说乌俄战况陷入焦灼，那实情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来看看，不断有人说我们要调停，那当然大家希望和平，可是停战这件事情不容易呀，泽连斯基要秋季结束战争，可是俄罗斯现在讲我拒绝谈判因为大家知道，除了有无人机去攻进了莫斯科的一些居民大楼之外，在这个俄罗斯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库斯克，也被乌军的一支劲旅给攻进去了。我们看到呢，乌克兰不断传出捷报说，我们新进占了1000平方公里，刚刚讲的库斯克这个地方那俄军就说了俄军说呢，他们也夺下了乌东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因为你这些乌军你占领了我的库斯克的地区你如果不退，我也不会在乌东这个战区有任何的退让或者是我们会迅猛的在更加的进攻。那现在国际上讨论一件事情，包括美国的布林肯他说了他说伊朗你默默的把你们的导弹运到俄罗斯去，那证据在哪里呢？其实到目前为止只是各说各话。我们看到呢，其实俄罗斯跟伊朗有一个新的双边条约，可是内容现在不是非常清楚。那伊朗也否认说他向俄罗斯有一个什么转让武器的这样子的报道，这是一个宣传的报道这是一个宣传的报道。那另外我们看到伊朗的外交部说，关于媒体报道伊朗把武器转移到一些国家的虚假的误导性的报道，这个是一个丑陋的宣传，它用以掩盖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于加萨种族灭绝的大量非法武器的支援这个用大白话讲就是说我们没有供应俄罗斯武器，反而是你西方国家不断供应武器给以色列，让以色列对加萨地区的一些人民做种族的灭绝。那我们看到布林肯他做出这样的指控他甚至进一步指出说，有数十名俄罗斯军人已经在伊朗接受了使用法赫塔360近距离枪弹道飞弹系统的培训这个法赫塔360的样子在这里这个是布林肯说出的一些指控。他说，不仅我有证据说你要把这个弹道飞弹这个运进俄罗斯，而且你已经在培训人了所以这是一个互相指控的过程。那另外呢，过去大家也批评美国说，你尽管送武器给乌克兰，可是你给的都是很近距离的武器，就是你打不到俄罗斯的本土。现在呢，要松绑了吗？拜登说为授权长程飞弹给乌克兰付出努力他往这个方向来做努力，而且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如果是这样，俄乌战争的战线或者是范围还会扩大。另外呢，因为指控伊朗运送弹道飞弹给俄罗斯，所以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包括英法德等西方国家要跟进了，要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对象就是伊朗，包括伊朗的航空器，你想要飞到西方来，我就把你阻断来，我们先请教将军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这个问题好像很复杂，其实我特别要讲不管是一个国家在政治上面，或者是外交上面，甚至于你战争将来要在谈判桌上面，
你都必须要在战场上面取得一定的成果，你才有可能在谈判桌上面获得利益，你也才可能在外交上面争取你有利的态势。那其实这场战争，其实我们不要看这些枝枝节节，我觉得从大个方向来讲的话，现在有个关键地方叫红军村。那这个俄军现在打到红军村，目前虽然说被遭到击退，这是西方媒体的说法。如果就军事眼光的说法，他不是被击退，我觉得这时候他在做后续的整补，因为部队往前面，昨天讲说推进了多少公里之外，你后勤设施要跟得上嘛，你跟不上你就继续打不过去嘛，所以他现在在调整他的部署。我认为是说他这个攻击这个现在暂停，然后后勤补给上来以后，他紧接着发动攻势，打到红军村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第一个，大家去看地图就知道，如果说他沿着那条马路继续向哈尔科夫打的话，那叫什么叫会师作战？就是跟哈尔科夫的俄军会师作战。那你哈尔科夫那边的这个乌军怎么办？这两个部队会师，你被夹在中间，你就彻底被歼灭了。第二个，如果说是他的目标指向这个顿斯克那边的话，那整个乌克兰来讲的话，就是腹背受敌。北边来讲的话，你面对的是哈尔科夫跟库斯克这边的俄军，南边这边的话，你面对的是顿内斯克被打到的话，你整个在中间被夹在中间，腹背受敌。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时候，当然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连我都看得出来，我相信欧美的军事家一定看得出来，都知道这个结果是必然发生的，只是说什么时候发生。那当然来讲的话，泽伦斯基他不愿意承认，这时候他很明显的在前天跟这个德国来讲的话，他去跟德国跟美国要继续要支军援，那美国给他多少钱？2.5亿美金，2.5亿美金够干嘛？你连发这个军费都不够，那德国给他什么？给他几门炮而已，连炮弹都没有给他哦。所以这种状况我们应该看得很明显。那为什么这个他用无人机去攻击莫斯科呢？当然，我跟你美国要，你拜登你讲这什么话？你有心给人家，你拜登就能够做主嘛？你只要开个绿灯说，我现在在你境内的这个陆军战术中程导弹，我允许你直接打莫斯科。那拜登不敢讲这种话，说我在研究，我在努力，这叫什么话？对，所以说乌克兰没有办法，对不对？美国不让这种武器可以打到莫斯科，他又用自己的无人机去打莫斯科，所以这个为什么他无人机飞了100多架出去，就是因为美国不让他的战术中程导弹去打。那如果说是美国开放他用战术中程导弹去打的话，那可能来讲的话，对俄罗斯来讲会造成一个后果。可是问题是现在来讲的话，拜登他不愿意这场战争扩大。我们很明显，我们从最近来讲，如果谈判桌，我为什么说战争会到节点？你看现在双方所使用的武器越来越残酷，越来越残忍。俄罗用的什么？是3000公斤的炸弹，对不对？用的是温压弹。然后乌克兰用的什么？是无人机，以后不但无人机，还喷洒铝热剂那种，那可以烧到2、3千度啊，那个铝化剂都应该知道，那撒下去连战车都会烧穿。而且那是居民区那个地方。对啊，所以说越是打到最后节点关头，双方来讲越是最大的杀气都用出来。我觉得最辛苦的、最受苦难的是乌克兰的这种人民啊。我昨天看到有一段影片，我真的是看到心里很难过，因为我自己有女儿，我看到那乌克兰一大堆女兵被俘虏。一个一个比一个都是很年轻、很漂亮，都被俘虏。你知道那种镜头，你看到你就很难过。那为什么那个女生被俘虏以后，这个乌克兰的士兵叫你把手机打开，密码多少？打开来以后，那个女孩还讲什么？你不要看，你不要看。为什么不要看呢？她当把打开来看，一看成人网站。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先生在外面打仗，爸爸在外面战死了，然后他怎么办？他只能去成人网站去赚一些生活费用，然后完了，他现在变成他自己要去当兵，然后被俘虏。所以我觉得说看了真的是很不忍心了。我自己有女儿，看到这种镜头很难过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所以现在在乌克兰的战场上，是不是我们看到武器源源不绝的运进去？可是俄罗斯一方面也在找支援呢，有一些国家也支援他吗？那很正常啊，俄罗斯也有自己的盟友嘛，不管北韩也好，伊朗也好，跟他都有一些合作关系。实际上，他之前就从伊朗那边拿到很多无人机啊，所以他就利用伊朗的无人机，然后去攻击乌克兰。那后来他自己也开始制作自己的无人机。那现在他在战场上，这个飞弹的耗损量非常非常大，所以以他目前库存状况来讲，如果有别的国家愿意支援，所以如果伊朗提供给他一些短程的导弹，我认为是非常有可能的。那至于说会不会提供这种法塔赫这么高端的，我个人是存疑啦，因为
这个飞弹即使有伊朗自己本身数量大概也不多，而且因为它到底实战结果如何，没有人知道。它宣称是极音速飞弹，可是会不会是只能达到极音速，到底打不打得中，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它很多性能有待检验的。伊朗大概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它最高机密的武器到底性能如何，所以我认为它提供这种最高端武器的几率很低，但中低阶我觉得它是有可能提供的。那导致你看美国在这个时候把重心去要求这些盟友去那个制裁伊朗，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在我看来比较像转移话题。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伊朗又不是现在才开始被你制裁，它已经被你制裁不知道多少年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好，你现在停了它航班，停了就停了嘛，那对它会有什么很严重的影响吗？也不会。反而对伊朗来说，你越是这样，反而越压迫它去跟俄罗斯走得更近，跟中国大陆走得更近。因为当你把伊朗跟西方的之间的联系全面断绝掉的时候，你等于逼着他别无选择，只有跟中俄走，不然他还能跟谁走？所以我一直觉得美国的制裁的这种方式本身，它在战略上是很奇怪，它反而是让这些国家你永远也拉不回来，因为要么你就去直接去攻打伊朗，你又不敢。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战略自己有检讨的必要。那只是我觉得拜登也很可笑了，就是这种东西还有什么好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好解决的？你就一声令下就可以攻击啊。那实际上乌克兰自己也早就攻击啊，乌克兰也不是第一次攻击莫斯科，他去年其实就打过莫斯科了，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问题是第一个，美国担心当然是我如果批准你用海马斯或其他的美国的这种远程武器攻击，会不会引发战争进一步升级？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其实我就算批准了这些，难道他就能打赢俄罗斯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吧。实际上，北约跟美国，我觉得他们现在很明显的态度就是，至少在美国大选前，我只要维持你不要输掉就好。他并不想要让乌克兰直接赢啊，不然的话，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去支援乌克兰呢？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是站在自己的国家利益上去盘算自己的最好的一个方向。那泽伦斯基如果真的以为北约会诚心诚意帮他，那你真的是想错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最后时间留给英超。好，谢谢钳子。其实刚才钳子有讲，就是说今年美国大选有几个重要议题：堕胎、经济、移民，然后就是国安跟外交，就谈到战争的问题。其实今天在那个辩论上有讲到说，拜登最失败就是阿富汗撤军，撤军一塌糊涂，美军死了一大堆人，然后又有以哈战争，又有刚才讲的乌俄战争。其实川普最骄傲就是说，他那4年来没有任何战争。川普也讲说他可以解决战争，不管川普讲的对不对，就战争的话，对这选举一定有很大的影响。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钳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我们的这个新朋友科克兰资本董事长杨应超。钳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超哥。超哥是第2次来到我们节目那等一下都会有相关的，包括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会给各位分析。不过先来关注这一则讯息，昨天傍晚其实是晚上的8点半，我们看到一架幻象2000的战斗机在这个新竹起飞之后不幸的坠海。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不过不幸中的大幸是谢佩勋这个飞官他弹射这个跳伞逃生，结果被安全的救回来了。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今天一大早到台中去看他，那在探视的这个中间呢，有媒体问了这一句话，我们听听看赖总统什么样的回应。总统，这个幻象第9次出事了，有考虑全面彻查敌情吗？总统有彻查下令严查吗？
好，我们看到幻象这个战斗机已经是第9次失事了。那这个赖总统也很尴尬面对媒体的提问说，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相信赖总统他本身也不知道。可是我们回到昨天晚上大概8、9点的时候，事情传出来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不断的在脸书上面发讯息，那个人是管妈管碧玲，她是海委会的主委您看到不断的他在快讯，好像化身为新闻台了一下子说距离5里请集气，一下子说生还，谢谢大家，天佑台湾。可是观众朋友，你知道军队或者国防部其实每次遇到这种事情，他们非常谨慎。我们记者当然很心急，因为所有我们2400万同胞都很心急嘛，我们都想要知道最新的讯息。可是国防部都告诉我们说，现在在搜救中，反倒是管妈不断的在发布新讯息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包括管妈抢着发文，国防部昨天傍晚打死不说所以海委会主委成了空军发言人。你知道这个网友怎么说吗？网友说你这是3-8假贤惠这个要用台语来讲，3-8假贤惠就是你军方要有军方的发言管道嘛，你管妈你抢什么呢？你看到国防部面对同袍失事，通常都非常谨慎，此时不能让家属绝望，也不能让家属过度乐观，得很小心，讲得很保守啊，这很专业啊所以管妈是不是太心急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海巡的兄弟们有在协助抢救，可是要有同一个这个发言体系才对呀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所谓幻象失事这件事情呢，其实他们的家属在第一时间是最焦急、最着急的那我们看到这个谢佩勋他是飞官上尉嘛，他的太太其实在2年多前，其实大概那个时间点是东京奥运嘛，我们台湾之光戴资颖林洋配返国，记得吗？幻象战机升空迎接我们大家都拍拍手这个欢迎我们的健儿回来。可是当时这个飞官谢佩勋的太太就在脸书上说，爱国也支持选手，但不是用这种方法，嫌佩勋不够忙吗？老婆在为老公叫屈啊，然后 hashtag 平常都没有在关心国军那个时间点是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所以你知道这些这个国军尤其是飞官的家属，他们其实有一些心声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幻象2000低妥善率那我们今天问了赖清德记者朋友问了赖清德，并没有回应说所谓第9次失事到底为哪桩。可是我们看到张延廷将军有讲了，他说可能是发动机出问题了，因为法国已经不再生产这一款的发动机了，所以国军为此只能不断的翻修，导致该机妥善率偏低，飞安的风险较高是不是该淘汰了？这是张延廷将军发出的疑问，因为他本身是飞官嘛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台海和平安全成为全球的焦点，其实一直不断的有在预告说，有德国的军舰这2天会通过我们台海那德国的外委会主席就说这是捍卫航行自由，不是挑衅，因为中国大陆一直不断的说你这是挑衅一些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挑衅和危害中国的主权及安全。那我们看到可能是会有2艘在这几天会通过我们台湾海峡，在5月就预告了媒体不断的报道，为什么呢？它是可能是要降低这个紧张感把这个中国大陆的反弹降到最低。那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呢？这是帮我们台湾来这个表示这个捍卫台湾吗？还是说就是台湾跟西方盟友结合在一起呢？我们看到布林肯虽然这个感觉他们政权即将快要结束了，可是他还是在做他的工作。他访问了伦敦，美英启动战略对话，重申致力台海和平。而我们看到这个布林肯跟英国的外交大臣拉米2个人在对话说要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及现状对全球至关重要，所以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这很重要。那另外我们再看到中国跟美国2大军事强权过去有一段时间断了联系，现在又接上了您看到的是美国的印太司令帕帕罗对上的是中国解放军南部司令员吴亚楠他们昨天有一场视讯的通话，到底谈什么？其实我们不知道。可是两边都有释放一些讯息，包括中国大陆说中方目前没有针对2方视讯有任何回应。
没讲话，我都不说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美方这边有一些媒体有报道说，台湾和南海的问题还是美中关系中的争议热点，双方都不愿在核心问题上妥协，所以是僵局吗？谈了半天，有谈什么吗？来，我们先请教彬哥怎么看，包括幻象昨天失事的事情。当然这次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就是至少人员是平安救回来了。所以我们当然也是要去检讨一下整个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然后到底确实的原因是什么。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过多揣测了，因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尤其是这种夜间训练，所以我觉得还是静待整个调查结果。但是呢，至于管碧玲她是不是有抢功之这个疑虑啊，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因为她本身就政治人物出身啊，这个对她来讲大概是反射性动作，我有功劳了，赶快来抢一下。那国防部也不爽。国防部不爽就不爽，他是能怎样？你就不爽啊，就不爽好了。但是重点是，这凸显了一个什么？凸显了我们其实现在台湾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危险，我们已经被人家压迫在24海里之内了。结果我们的海军、空军、海巡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畅通的沟通管道。你要知道，我们的海巡随时随地可能会遇到大陆的解放军的军舰，然后我们的空军随时随地可能会遇到解放军的空军，那彼此之间都没有任何联系的吗？因为你联系的时候，第一个可以确认他对方的到底真实身份，第二个大家可以协同到底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动作。那如果你自己军种之间的横向联系都没有的话，那你将来怎么跟人家打仗？搞不好真的，一旦发生战争，先把我们自己的物级，先把我们自己的飞机、自己的船舰打掉，不是吗？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凸显了这个基本的沟通管道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个是蛮糟的，就是好像一点协同作战的概念都没有，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危险。老实讲，这等于又告诉了解放军我们一大弱点。横向联系有问题。对，在我看来这是非常不妙，这个要赶快去改进。那当然这几年说真的，空军弟兄真的很辛苦，尤其是飞官，因为解放军没事就在附近军演。对，那他一军演，我们就要升空啊，要伴飞啊，监视啊，那任务一定非常繁重。那如果再加上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政治性的工作的话，那当然家属会很不满，特别是台湾的飞机也不是那么的安全，经常会出现事故，所以家属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重点就是在于我们的武器本身到底有没有问题？除了训练之外，武器本身有没有问题？幻象是1992年引进的飞机，到现在其实你说很老吗？30几年。是中古啦，但是也没有到非常非常老。他说有些零件都没有了。对，那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法国自己早就停产，他们最后全世界最后一架幻象，2007年就已经不再生产，就已经交机了。那你看2007年离现在17年了，那我们跟法国因为拉法叶的关系本来就闹得很僵，所以法国一开始愿意卖我们零件的时候，他跟我们官司打输了之后，零件我们卖的特别贵，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要更新很困难。本来我们的这个康定级本来要加装防空飞弹，要跟法国买，就后来没办法跟他买，因为他实在卖的太贵，所以我们那时候为了应急，是先把陆地用的重塑飞弹硬加在海上变海重塑，就硬凑。我们都是像勤俭建军嘛，就像硬凑。所以其实它的功能是有打折扣了。那幻象的妥善率。其实也一直大家存疑，因为随着越来越老化，零件的供应不足，而且有的零件都非常贵。更重要的是，它的主要武器米卡飞弹很多都已经过期了。飞弹是会过期的。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未来怎么去因应幻象越来越老化？谁能够代替它的高空高速拦截任务？F-16其实是可以取代部分，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编制规划？这个都必须要去仔细考量的，至少不要再让我们的弟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下执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是，请教将军。这个买幻象之前，我们那个空军飞的飞机叫 F-164哦，因为那时候不得已才买幻象，等于被这个法国当盘纳敲。你知道 F-164哦，真的是空军的一部血泪史。这个台湾总共有304架，你知道摘了几架？你知道111架，那就是3架摘1架。我看过那个飞机，那时候我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去空军基地参观，你看到那个座舱哈，你绝对不敢坐上去，你还不要说飞了，那座舱这个贴贴补补的，缝缝补补又3年，那个座舱那个帆布是用贴的，用补的，所以那叫空军飞行员，我自己同学
空军的叫他飞这种飞机飞那座舱这种飞船，可是不得已啊，我们没有新的飞机啊。那时候 F-14是谁给我们的？是德国他们淘汰下来，是号称飞行棺材，然后淘汰下来，因为我们没有新的飞机可以用。然后在不得已状况下跟美国买 F-16，美国又不愿意卖给我们，所以那时候不得已去跟法国买。那法国就当我们盘纳一架卖我们600万，那个当年的价格是6000万美金。你知道 F-16是多少钱？2800万，对不对？超过1倍以上。你知道到现在为止，幻象战机每飞1个小时的台币费用是80万，然后这个如果说是 IDF 跟 F-16加起来1个小时还不到80万，所以说它等于是贵族嘛，就像是我们这个阿公时候的这种宾士车一样，对不对？是很好，没错。那时候那个年代是很好，可是问题是说现在叫你同样的价钱，你要去买那部这个中古的宾士，还是买现在的 Toyota， 对不对？那个 Artis， 我开最起码现在各方面都好。那现在幻象战机来讲的话，这个张燕婷将军讲的没错哈。这个引擎来讲，飞行引擎都有它固定的时速，我们汽车引擎也有固定的使用时速。当然你超过那个时速，你就整颗引擎要换掉嘛，汽车都这样，那飞机更是如此。那现在因为没有这种引擎可以换，所以我们不得已知道怎么去修。就像一个汽车引擎，我们这个没办法换新的引擎，我们只能不停的去买修理包，这个换火星塞换什么来维修来做这个动作。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幻象出这状况。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代表航电系统也出问题。我觉得另外有一句话哈，就是最近来讲这2天，也不是最近，光这2天，我们看到空军来讲，我必须要讲，我们讲说空战出英雄，对不对？地形一半功，为什么地形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次来讲，包括前2天我们看到 F-16说有一颗炸弹要丢到海里去轰炸的时候，结果炸弹来讲没有丢下去，就又把这颗炸弹带回来了。你知道空军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知道，如果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如果说这架飞机轰炸没有发现到敌舰的话，它把炸弹丢到海里，它的飞机才能够降落在航母。为什么？因为那颗炸弹已经是被炸状态的状态，保险已经去掉了。那你如果降落的时候，万一那时候掉到地上，不是整个就炸开？那一颗炸弹都是500-600公斤的炸弹，那开玩笑一爆炸还得了？那为什么会突锤这种状况？好，昨天这架幻象又出什么问题了？它号称说下午的时候被鸟击。就鸟击，为什么鸟击以后晚上还让这个空安去飞？你为什么按理说你应该 SOP 整个都检查完？我跟你讲，我们台湾空军地形不要变成印度斯坦化。什么叫印度斯坦化？印度斯坦他们那种修飞机就是修完以后，结果手上还有一把零件，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就把它丢掉了。我们空军地形不要干出这种事情。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第三个，昨天为什么空军不讲话？他根据现在报道，就是这个很糗。这个救难直升机，我们空军自己有救难直升机，在嘉义救难大队嘛，对不对？你救难直升机应该是第一个最第一时间，你知道自己的这个飞机在哪里失事，他一定有跟你联络，飞行员身上一定还有那种发出信号。那这些东西你应该救难直升机第一个知道。就我现在听说是救难直升机也故障了，那真的很丢脸。最后不得已派海军去救，海军更丢，海军也是一样，管大妈你不要在那边得意，对不对？第一艘去的船说太小了，人装不下，再派出第2艘船。那你说国防部这时候怎么去跟家属讲？你说，哎，对不起哈，这个你的儿子是活的，你老公是活的，但是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的船太小了，装不下你老公，太瞎了吧？你能够讲这种话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事情。整个只要在于，我建议说是这个幻象真的面临该淘汰的时候，一个国家如果就建军来讲，也不需要说是摆这种3种战机，你一个飞行员就这么多嘛，那你要专精一项，你让他飞 F-16还是飞幻象还是飞 IDF， 我觉得你择一就好了。我们说高低配，其实 IDF 或者是 F-16也足够了哈。对，其实幻象该淘汰就淘汰，不要为了面子，然后说哎我们有幻象战机，我们为了这个面子，我们舍不得淘汰。你妥善率我。5年前我就知道，空军自己公布的妥善率只有64%，那到现在为止妥善率多少？另外我再讲一个数据，你听了你会毛骨悚然。这个今年我们幻象编的维修费用多少钱？50几架飞机要编1.4亿，够不够？对不对？你为什么只能编1.4亿？我买不到新的装备啊！我编那么多钱，我花不了那么多钱，我只能换机油，就像汽车来，我只能去换机油，换火星塞，大的东西我没办法修。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建议说是为了空军这个飞官他们的生命安全，你不要为了面子，你不舍不得淘汰这一架飞机，你该换掉，然后把这些飞机摆在公园里面，让民众可以拍照照相，我觉得还比较实在。好，或者是国庆庆典的时候出来一下就好。那不行，国庆庆典更危险，在台北市上空，那更危险，这么危险。来，是 Kirk，刚才将军讲到幻象跟那个发动机，其实里面更重要的零件叫半导体，所以半导体其实对国防
地缘政治是很重要的，所以才看到说德国的那个舰艇要经过台湾，还有那个英国、美国开会讲到台海安全，跟大家提到的今天的总统辩论也讲到台湾的晶片。其实台海安全最重要的话，其实就半导体。为什么呢？其实90%最高端半导体是在台湾做的，很多像武器，像将军最清楚，像无人机，像那些飞弹，像那些飞机都是有半导体在里面。所以台湾其实对地缘政治是很重要、很敏感的，所以大家对台湾的国安、两岸安全跟一些地缘政治的话，其实都因为半导体的关系会非常重要。是没有错。刚刚这个 Kirk 已经提到了，今天有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赛，在台湾时间早上的9点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呢是贺锦丽对上了川普。观众朋友，你心中可能有一把尺，如果你有看这个辩论的过程的话，有人会支持贺锦丽，有人支持川普。不过我们看看这一场辩论，的的确确是火药味很浓厚哦。首先我们看到贺锦丽他猛批川普说，是你上回在执政的时候卖了晶片给中国，让对方用在军事的用途上。可是川普回击喽，他说不是我卖的啊，那是台湾卖的呀。这个是他们在这一场辩论里头唯一谈到台湾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贺锦丽出世提升，因为过去都是拜登出来跟这个川普交锋嘛。看起来他的火药味，他的火力很强啊。我们来看看媒体整理出来他的表情非常的多，请导播让我们看看他有很多时候在做一些表情。Trade deficit, one of the highest we've ever seen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He invited trade wars. You want to talk about his deal with China? What he ended up doing is under Donald Trump's presidency, he ended up selling American chips to China to help them improve and modernize their military, basically sold us out. What Donald Trump did, let's talk about this, with COVID, is he actually thanked President Xi for what he did during COVID. Look at his tweet. Thank you, President Xi, exclamation point, when we know that Xi was responsible for lacking and not giving us transparency about the origins of COVID. They bought their chips from Taiwan. We hardly make chips anymore because of philosophies like they have and policies like they have. I don't say her because she has no policy. 好，您刚刚看到这一段是经过剪接，所以看起来还算蛮平和的。可是1个半小时的辩论2个人互相插话，尽管电视台有关麦这个川普在讲话的时候，贺锦丽的这个麦克风是关的，可是贺锦丽还是在旁边不断做表情，不断的讲话插话，川普也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包括这个你来我往，非常热闹于是有人就说，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贺锦丽很厉害他把这个过去川普经常，你看他跟其他人辩论，他跟拜登辩论，或更久之前跟希拉蕊辩论的时候，他做很多表情啊。他在旁边在那边捣乱那可是这一次贺锦丽看起来就用这一招来对付他对于我们台湾的观众来说，有提到晶片，提到台湾可能我们会关注，可是对美国人来说，除了经济之外，堕胎权是他们最关注的包括2个人再战堕胎权，一般认为贺锦丽加分了因为你看到呢，讲到怀孕的问题堕胎的问题，川普就说，你们这些民主党人想要允许在怀孕的第9个月进行堕胎你们太激进了而且呢认为有一些状况譬如说这个不是很人道的状况之下，应该要有例外。然后他特别提出说，有一些州允许在婴儿出生之后处决婴儿所以我们看到贺锦丽其实说不对的，没有这件事情他说川普亲自选出3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2年前推翻了全国的堕胎权，大家知道这件事吗在美国引起很大的争议，很多州已经通过了川普式的堕胎禁令你刚刚讲的，你自己推翻自己讲的话，你说对于像这样子很不 OK 的一些状况下应该要允许他堕胎啊，可是你没有例外他直接直指核心所以大家或者是媒体一般认为贺锦丽在这一题是得分的。还有另外移民问题也是美国社会关心的，我们看到川普举一个例子听起来很毛骨悚然，他说好多移民来都在吃我们的宠物，他在讲什么？
他说移民会吃宠物，宠物就是猫啊、狗啊，连主持人都忍不住出来反驳了哦。那贺锦丽说：“你好极端呐！”他说在俄亥俄州啊，有一些宠物啊，他们在吃狗啊、吃猫啊，可是这个有没有证据呢？现在我们看不到。当然，有一些媒体有报道有一些移民可能有做这样的事，可是至少在美国社会包括当地政府说没有实质的证据包括我们看到像是全球的战争，俄乌战争也是这一次辩论的议题之一。贺锦丽就说了让普京坐在基辅。如果你川普，因为川普自己说，如果我当选，我可以让俄乌停火。贺锦丽酸他。你让他停火的意思就是把基辅拿下来，帮助俄罗斯把基辅拿下来。另外，主持人也加入战局，主持人直接问川普说：“你希望乌克兰赢得战争吗？”川普的回应是说：“希望战争结束，这可能会导致第3次的世界大战。”他说，如果他当总统，会让普京和泽伦斯基达成和平协议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主持人也有人批评主持人不应该成为这场辩论的主角，因为主持人多次插话，直接问川普。而另外呢，我们来看包括这个场外战更有戏，什么意思呢？两边的竞选团队其实都做了一些操作，包括辩论都还没有结束呢，我们就看到竞选团队说：“哎呀，我们川普赢了，说这是大师级的表现。”那双方的脸书啦、Twitter 啦、各种这个 X 啊，都在发文互呛包括有一些意见领袖或是名人的加分，可能也对这场选举会造成一些波动跟影响这个泰勒斯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位歌手，他很快的在辩论结束之后，就在自己的社群粉丝上头喊话跟粉丝喊话说：“我将投票给副总统贺锦丽。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研究，我已经做出了我的选择。”其实不意外因为这个 Taylor Swift 一直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应该说美国的娱乐圈大部分是支持民主党的。而这个辩论之后的即时民调也曝光了，有63%超过一半以上的选民认为贺锦丽的表现比较好，而且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现在贺锦丽乘胜追击吗？他邀请川普在10月再度辩论。那川普有什么样的回应呢？他的意愿并不高，他说：“我要好好的想一想。”来，请教彬哥。当然，今天这个辩论各方都瞩目，因为要看一下贺锦丽等于第一次接受到全面性的检验，因为他过去连接受记者专访都很少，所以让大家质疑说他到底有没有阐述自己公共政策的能力，那有没有办法直接跟川普面对面的叫板？那结果我必须承认，就是他的表现比我想象中好，也就是很多人都认为本来川普就是老神在，然后就一副10拿9稳那样子，然后有人估计贺锦丽过去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压力会不会表现会有点不是那么稳重？结果贺锦丽表现其实算是有攻有守，我觉得是挺好，给人家感觉就是他是经过精心计划，而且他预料到了某一些川普的一些反应，所以适时的做出了一些动作。那甚至我必须讲，他最成功的一个策略就是他成功激怒了川普。对，川普有点生气，所以他让川普就是有点口不择言，到最后就是有点语言有点失控。那当川普在他的司机下显示出更极端的那一面的时候，那当然中间选民可能又离川普又远了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 CNN 出来这个结果，虽然看起来好像会不会这么夸张，是不是你 CNN 做了手脚？如果在台湾，大家一定会这样讲啊。但是我觉得这不太意外，为什么？因为在辩论之前，大家对贺锦丽的期望值没有那么高，然后如果他一下表现在水准以上，那川普又没有一个特别优秀的表现的话，那你自然而然会出现这种反应。那但是问题是，这样就代表就是贺锦丽赢得了这样辩论吗？其实我觉得那个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那贺锦丽为什么这么急着马上约他10月要再辩一次？其实这个蛮值得令人玩味。当然，川普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觉得自己输了，你想要扳回一城，所以才赶快找我。可是我觉得未必是这样的。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是贺锦丽觉得
他的团队觉得说，哎，他发挥的不错，是不是让他更发挥一下？我觉得他的团队会做出这种反应，比较像这个状况。反而川普让我觉得就是他恐怕要重新去思考他的战略，因为我觉得过去因为他的对手一直都是拜登，所以他大概很多时候太轻忽了，太漠视自己的对手，也觉得只要扮演好自己就好。我觉得面对贺锦丽，恐怕不是他过去这种老神在在策略可以面对的。因为贺锦丽毕竟接触更多年轻的族群，包括你看这个泰勒斯之前拜登的时候，他完全没表态。对，这次突然之间就跳出来，所以表示泰勒斯其实我认为他早就支持贺锦丽，只是要选一个适当的时机来催化这个东西而已。是。那在这种状况下，拜登如果没有赶快拟定好后面的战略的话，他自己可能真的会陷入一个相对危险的一个状况。其实这场辩论呢，美国观众或是美国的这个选民，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经济问题哦，其次才是我刚刚讲的堕胎哦，还有其他的议题。来，请教Kirk。好，先各位看一个历史照片，今年年初的照片，这记不记得前子？我们今年年初在台湾的辩论，对，对我今天看，我觉得台湾的总统大选的辩论，没错，副总统，对，其实我发现台湾的总统辩论跟美国完全不一样。台湾辩论，我觉得那个辩论者都非常有礼貌，不会这样攻击来攻击去的。而且其实说老实话，能被辩论场地选为当做主持人之一是蛮不简单的。因为今天 ABC 他主持的辩论，那2个主持人都是很厉害的。有些男生 David Moore 的话，他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主播，所以其实能被选到当场问问题，跟那个是蛮不一样的。不过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辩论，其实美国总统的辩论跟台湾不一样，就是美国总统的辩论是很重要的。台湾辩论基本上辩论之后，好像对选举结果没什么不一样。美国呢，完全不一样。我跟大家很快讲一下美国的历史。在1960年的时候，第一次电视辩论是尼克森跟甘乃迪。那次大家知道的历史的话，就是说那一次第一次电视辩论，在收音机上听到都以为尼克森赢，电视上看到都以为甘乃迪赢。因为第一次大家觉得媒体的重要性，电视上也可以看到选举人他的态度，他的从容讲话态度，就那次帮甘乃迪赢了大选。后来呢，1984年雷根跟 Walter Mondale 的辩论，那场辩论也是决定雷根赢的关系。因为那场辩论的时候，那些Walter Mondale 质疑说雷根的年纪太大，雷根一句话回他，这就不是议题了。然后的话，当然就是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川普在党内的辩论，其实台湾没有这个 process 这个措施。美国的话，从初选的话，那时候共和党10几个人辩论，台上站了一排，然后川普一个一个干掉，所以川普辩论是很厉害的，一个把它全部打败。所以川普那时候就表示说，他10几年电视那个主持的经验嘛，还有辩论经验，所以他那时候很厉害。然后2016年最有名的就是他跟希拉蕊的辩论，他那个辩论把希拉蕊打得一塌糊涂。那时候希拉蕊就是战略完全不一样，所以川普辩论是很厉害的。那当然今年6月，川普一场辩论就把拜登干掉。所以我说美国辩论跟台湾是不太一样，美国辩论真的是对很有影响。那回到今天辩论，我今天看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基本上是3打1，不是1打1。我有这种感觉，3打1。主持人的立场很明显真的，因为那时候那个 Harris， 我不叫贺锦，我叫 Harris， 对 ，Harris， 因为他跟华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叫 Harris。Harris 那时候他们选辩论的时候，他就拒绝选 Fox， 他选 ABC， 因为 ABC 是很偏的那个民主党的媒体。今天很明显嘛，那个 David Moore 还算 gentleman， 还算绅士，那女生 Lindsey Davis 太明显了，他帮的那个 Harris 一直攻击川普，所以今天基本上是3打1。所以我觉得今天川普是蛮吃亏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刚刚讲到那个 Harris 把这个当一件事在做。他在辩论前5天哦，他把自己锁在那个 Philadelphia 一个 hotel 里面，锁了5、6天，对，闭关，在练习。而他怎么练习呢？他把那个 hotel 里面布成说整个场地的关系，什么灯光啊、舞台跟场地完全一样，就是模拟现场的状况。没错，模拟现场，他真的当一回事做。他找希拉蕊前任的助理扮演川普，然后就这样练习。所以我觉得我对贺锦丽或 Harris 的想法就是说，我觉得大家都说他真的不是很聪明，大家觉得他是读稿机，不，他是很用功的读稿机，非常用功。他今天辩论有一半的回答都是背出来的。很明显，
他答非所问都是背出来的，不过背的答案非常好，听得出来是背出来，不过他很用功。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战胜的原因是他很用功，川普完全不用功，不把他当一回事，他太轻敌了吧？非常轻敌。对，所以我觉得今天 Harris 的最好表现跟川普最坏表现基本上是差不多。他们程度差很多，其实真的川普太轻敌，但 Harris 真的很用功，在 hotel 关了5天，那么多人天天练习，所以我觉得他今天表现好是有原因的。那另外的话就是，刚才韩冰有提到，就是说那个 Harris 他的策略就一直去攻川普，川普今天只守不攻，是蛮可惜的。我觉得川普浪费很大个机会。不过总的来讲的话，我觉得今天辩论当然虽然很精彩，对选举的结果影响不大。不大呀，我觉得不大。你不是说辩论会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吗？对，这今天的话，过去来看，没错，今天其实胜负没有差很多，不像拜登把他打败，或者以前那个什么 Kennedy 跟 Nixon，今天两方其实 Harris 可能赢一点点，不过差幅不多，而且最近 Harris 他的民调掉下来，他的那个蜜月期过了，所以我觉得你在6个礼拜之后投票的话，基本上不会差太多。不过我觉得是蛮精彩的辩论，就看有没有下一场，有下场的话还会改变。我觉得今天的话，其实这几年过去的话，就看明后天的那个民调，应该不会对6个礼拜不会影响太多。所以 Harris 在跟这个川普提出邀请函，我觉得川普应该要接受，然后他指定 Fox， 看看能不能够有不一样的结果。对，而且 Harris 同意 Fox。对啊，因为 Harris 很想第2场辩论，他竟然同意 Fox。那我觉得川普应该要接啊。就看川普的想法。如果因为他之前有专访过很多川普以前的前幕僚，前幕僚就说帮川普在做准备的时候，川普不理你，他根本不听你的，他完全不当一回事。是，如果川普愿意努力用功，有可能赢；如果川普还是吊儿郎当，那就没有了。对，来请教将军。我觉得今年美国的这个选举非常有趣哈。刚开始我们一直，现在几乎大家都忘了川拜2个辩论的事情。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6月份，奇怪2个党的候选人都还没有提名出来，2个就开始辩论了。那时候川普为什么要答应辩论呢？因为他是封口费的弊案嘛，所以他想早一点辩论。那拜登也有可能说是他的这个失智症，他的这种老人，他想要说挽回一层，所以2个竟然在6月份就开始辩论。那一场我们看出来就是川普彻底的打败拜登，但是这整个过程之中也非常戏剧化，紧接着就是川普被枪击嘛，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说川普赢定了，结果没想到这个后来2个副总统的提名候选人出来以后，再经过今天这场辩论，大家又认为说贺锦丽又赢了。那目前来讲，我觉得这场辩论对贺锦丽还是有利的啦，因为以前大家对川普其实大家都认识，可是一般美国人他们对贺锦丽比较不熟，对，所以经过这一次辩论来讲的话，可能美国很多民众他们会觉得对贺锦丽有更加一层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贺锦丽好歹，对不对？让民众认识他是一个，虽然说他当了这个4年的副总统，但是大家可能对他没有什么印象。那经过这场辩论，他有这机会表现自己。那当然，我们也觉得说，事真的是这如局一场辩，很快就变成回力镖，马上就打到自己。以前来讲，这个川普去攻击拜登，就是他年纪大；现在来讲，变成贺锦丽去攻击川普，说攻击这个川普，说你年纪大。那以前川普是用表情战胜了拜登，现在我们看到说是贺锦丽用表情战胜了川普。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很快啊，在短短的不到半年之内有这么多戏剧化的表现。当然有下一场的辩论来讲，我们更期待了哈。后续来讲，我觉得现在开始大概两边开始平手，开始真的是要端出政见出来，端出牛肉出来，让美国民众做一个选择。是对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来说，俄乌战争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哦，两方都有一些说法。